太多压力，我可以调整自己。现代男女总得要学会坚强独立，日子过得平静，不代表没有惊喜。早已习惯什么都靠自己，努力去争取，坚持到底。快乐的方式我愿意都转手给你，无所谓合不合逻辑。哇哦，有时候虽然我也会闹一闹情绪，不过只是无聊而已。哇哦，快乐的心情我愿意都传达给你，只要能天天在一起。闹别扭也是生活上的一种情趣，偶尔受点委屈，其实又有什么关系？没关系。哎呀，我一听就知道发生什么事啊！哼，那个肥妈欺负的人还少啊哈！我是老板娘啊，一眼就看穿整件事情啊是针对她的。大姐，你担心什么？你不是说肥妈跟那个老板娘像亲姐妹一样吗？肥妈那么喜欢欺负人，也应该有个人来教训她啦。你不是说 Sam 啊是要来整顿工厂的吗？那最好呢 ，Sam 来治他，最好把他给炒掉。在他面前，我也是这么说的。谁叫他从小到大那么偏心，只疼可可，我就是要气死他。谁说母亲做错事，女儿不能讲？她做错事，我就是要讲。你看什么看？做功课了看？啊？我跟谁讲话？杰英咯，还有谁？整天白天只顾着玩，晚上就开夜车喽？啊？肥妈心情不好，不要跟她吵啊。哎，大姐啊，是她整天找我吵啊，你忘了？以前我们两个还吵架，吵到差点打起架来，你忘了？他还赶我离开家。你呀，如果敢顶我的嘴啊，我就第一个赶你走啊！你说肥妈多黑心，整天要讲赶快长大，帮他报仇，跟我算账。我已经全部记下来了，他用我的，吃我的，住我的，我已经记得清清楚楚。以后他敢对付我，我就跟他算账。哎呀，大姐，你不要说我黑心啊！最好呢，工厂把肥妈炒掉，那他就不会那么嚣张了。你不要担心那么多啊！好，明天找我吃饭。哎呀，那饭也要吃的吗？啊，说定了，明天找我吃饭啊。OK， 拜拜。妈咪，外婆事业也开心吗？哎呀，小孩子问那么多干什么啊？那这题怎么做？你笨呐哈！上课不听，现在跑回来问我，不会要问的吗？笨还顶嘴啊！等爹地回来问他。爹地好像生病哦，今天早上一直咳嗽。什么病啊？哈！你妈咪整天忙到这个样子都没有生病，你爹地就是太空闲了，所以整天觉得自己生病啊。那为什么他到现在还没有回家？他在点货咯。哎呀，玩电脑就精神饱满，点起货来就慢吞吞要死不活，还说自己生病。哼！9、10、11、12、13、14、15、16、17、18、19。刚才算到哪里了？哎，要重新算过一次啊，真头痛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。给你的，谢谢。快趁热把感冒茶喝了，出了汗就没事了。剩下的我来点。真不好意思啊，这2天都是公共假期，现在还老是要你加班。你在感冒不也是在加班吗？更何况做我们这行的，就是假期最忙了。哎，几边房里有东西我都清理好了，点好这些货就可以下班了。哎，这产品不要乱放，可丽会骂你的。可丽最讨厌人家把产品乱放了，一定要按照他指定的地方放，这样他才不会拿错的。表哥，你好像怕表嫂生气哦。没办法，他一生气就会闹胃痛。你这么疼老婆，她怎么会生你的气呢？怎么样？喝了感冒茶，觉得好点了吗？
不过感冒最重要就是要休息，回家睡一觉，醒来就没事了。你手脚可真快，要不是你帮忙，现在都回不了家呢。走吧。人都走光了，好静啊。放心吧，有保安在。哎，怎么会这样？有人在外面吗？保安呢？我常自卫的时候啊，看见他们偷睡觉。那现在怎么办？没事的，等电流恢复吧。这么晚了，表嫂会不会担心啊？放心吧，他一定以为我玩电脑，忘了时间回去啊。真的？你要不要打赌？哎，不如现在我讲个鬼故事给你听。不要！你还像小的时候这样胆小？不行，我就讲一个坟场的女鬼的故事给你听。那你听，从前啊，在一个村落里面住了2个年轻人。先别跑，我们虽然拍不到那怀孕的钢姐，可以拍这个当封面吗？喂，那么迟了你还不去睡觉？我在等爹地回来，我准备了感冒药给他。你爹爹要是真的感冒，这个时候就应该回家休息了。一点小病紧张什么啊？我敢说他肯定是玩电脑玩了忘了时间回来呀。我不等他，我要睡觉。你也是啊，不要以为公共假期就可以迟睡啊！赶快跟我睡觉，关电视关灯。嘣！女鬼出现了！不要讲了，我怕。你还像小的时候这样胆小，一点都没有变。可是你变了，现在不像以前这样爱玩爱闹。现在啊，我已经是2个孩子的爸爸了。要不是这次啊被困在电梯里面，我都忘了以前我喜欢开玩笑。真倒霉！我忘了查电脑新洲运城网络。我有点可以确定的，我今天真的很倒霉。啊？人不舒服还要加班，坐电梯又困在电梯里面，想求救啊，手提电话线没电。你不知道要困到什么时候。算了。就当做什么小的时候玩捉迷藏的游戏这样，你还记得吗？小的时候有一次我玩捉迷藏的时候，我躲在一个很大的铁桶里面，你们找不到我，我就躲在乌漆抹黑的大油桶。直到晚上我爸爸妈妈来找我的时候，才发现我睡在里面。三姨妈和三姨丈最疼你了。我离开吉兰丹的时候，他们还一直跟我说很想来新加坡找你呢。自从我离开吉兰丹，我就很少回去啊。可丽说那边交通不方便，又不喜欢那个地方，而且她跟我爸妈相处的不太好。三姨妈和三姨丈脾气都很好，不难相处啊。他们都很想念你们，有空你就劝表嫂回去一趟，当做旅行也好啊。可丽每分钱都要赚，她哪舍得放假？钱是赚不完的，有多少就花多少。钱够用就行了，最重要是要过得开心。我也是这样认为啊。可是可丽说我这样是没有上进心的。有人在吗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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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！哎，里面是不是有人啊？哎，是啊，快点接我们出去啊！好，我去找人来修理。保安他怎么知道我们被困的啊？哦，可能是电流恢复了。
他们从监视荧光屏里面看到我们困在电梯里。他们今天晚上没有偷睡，没事了。吃药 ，OK？ 喂，你又咳嗽又开灯，你不要睡觉，人家要睡觉的，吵死人了。哼，一定又是玩电脑，玩得那么迟才回来，整天玩电脑都不知道有没有把货点清楚。明天我回去查，如果不清楚的话，你才知道。妈出去买东西了，不过我看很快就回来了。等他们回来，我们就可以开饭了。哎，我们煮了汤水，拿给你们喝。我要看卡通，我要看电视剧，我要看卡通，我要看电视剧。妈咪，洁莹，你是姐姐就不能够让弟弟瞎吗？看卡通。糖水来了，来，洁莹，接了奶，来，大姨，赶快喝完糖水就回家。你不等妈回来啊？等他回来干什么？想来看他，他也不会感激我的。要不是他们吵架喝你的糖水，我才不会来呢。我才没那么笨，来这边看他的臭脸，还要听他那张臭嘴骂人。一见到我像仇人似的，整天找我吵架。最笨就是我啊！生了个仇人来对付自己。外婆，哇，怎么那么阴险啊？回来也静悄悄，还偷偷在背后偷听人家讲话。人家，你是人家，你是我女儿啊！哈，哪里有做女儿在背后把自己的妈妈讲得一文不值？就算我跟你是仇人啊，你也不可以在我的孙子面前骂我。你小心啊！打雷的时候劈死你呀！早知道你这样啊，我就不应该把你养大。我知道你常说的吗？早知道呢，一出事就先捏死我，免得气到你爆血管。所以我聪明啊，赶快嫁人，赶快离开这个家。喂，你，哎呀，你能少说一句啦！我都说了吗？他回来就是找我吵架的吗？还好我嫁了人，要不然变成你一样就惨了，整天对着他。我怕到时啊，是我爆血管、中风、瘫痪啊，死了，到时想嫁都没人要啊！你好毒啊！你揍自己的妈妈，爆血管、中风、瘫痪。好，你揍啊！我就睁开眼睛看你的女儿怎么替我报仇。周郎，你什么意思啊你？哈，竟然叫我的女儿来替你报仇，他敢的话，我现在就捏死他！好啊，捏死他啦！大人吵架不要拉小孩子进去。妈咪，姐姐打我，是他先捉弄我的。你也不可以打弟弟吗？你妈妈就是这样偏心啊！她疼你弟弟，你记得以后千万要替外婆报仇啊！你什么意思啊？说我偏心？你不敢说你自己偏心吗？哈？我怎么偏心？3个女儿都是我生的。你不偏心？好，你这包什么变豆腐啊？全部都是苦瓜。明知道大姐不喜欢吃苦瓜，你就偏偏买苦瓜，为什么？因为可可喜欢吃苦瓜吗？你管我买什么？这是我用我自己赚回来的钱买的，你不可以管我。还好我有可可这个本事的女儿，如果我下半辈子要靠你呀，我饿死了。是你那个可可很本事，所以大姐再好也没有用。你眼中只有可可，你偏心，所以只供可可读大学。最好呢是可可永远嫁不出去，陪你一辈子。哪里有那么毒的姐姐，咒自己的妹妹嫁不出去？哼，我毒也是你教出来的。我几时叫你啊？哎呀，你们少说一句，不要吵了啦！来，走。哎呀，妈，不要生气了。
可丽还特地买了一只枇杷鸭给你吃，我拿来给你看。哼，买鸭给我吃，谢谢啦。妈，你看。哦，我真的要跪下来讲谢谢了哈。如果真的买给我吃，哪里会买一只比你还瘦的鸭？喂，我是为你的健康着想，整天吃那些油腻腻的东西，我怕到时你高血压中风啊，谁来服侍你啊？哈，买鸭给我吃还要揍我，谢谢啦，我情愿把这个鸭肉啊丢到楼下去喂乌鸦，也不要听你这个乌鸦嘴在讲话。你，哎呀，哥哥，你怎么样？你不舒服啊？痛，哪里痛？痛啊！打电话！不用打了，我有车，我送他去医院。快点啊！顶住！医生说是急性盲肠炎，对，我会等他动完手术再回去，可能会迟一点哈。喂，你记得喂杰伦吃药啊，他今天有点不舒服啊。好，就这样哈，拜拜。妈，可可住院东西都拿来了，还没出来啊？还没有啊！这个医生不懂搞什么鬼，刚才等他了要等那么久，现在推进去了又要等那么久。妈，医生说是盲肠炎，动了手术就没事了。没事，进医院你说没事，你试试看在肚子里面开一刀，看有没有事。喂，这个时候你在吵什么？你一直守在这里没有吃东西，吃点东西吧。你怎样做人姐姐的？妹妹在里面动手术，你还有心情吃？我是为你好，我怕你饿坏，你简直是……哎呀，要不要吃你的事啊？哼，我去买水。妈，可丽没有恶意的，你不要生气了。肥妈，肥妈，你醒了，可可。哇，你睡了好久啊，你要不要喝点水？啊？可可醒了，来你的头了，这么吵干什么？可可要休息吗？他来了。谁呀？总统啊？瑞生啊？瑞生？哇，你通知他的，你怎么那么聪明啊？没有啊，你都没有叫我通知他，我哪里敢通知他？不是你通知他。算了，就算他来了，我也不想见他。哎呀，可可，你嘴巴说不想见他，但是心里面呢就放不下。傻瓜，他来了，不就代表了你赢了吗？啊？来了。那谢谢，有人叫我送这束花给你。那他人呢？你是说花店的人，他送来就走了。花店？一定是瑞生叫人先把花送来。是银行。银行？哦，对了，早上你银行的经理打来，说要跟你讲星期一开会的时间改成下午，我就跟他讲你进了医院要请假。真的是银行送来的。那么瑞生呢？他去哪里了？来那么久还不进来？他会不会找不到这个病房？喂，有没有告诉他可可住在哪个病房啊？没有啊，我远远看见他，就跑来跟你们讲了。你死蠢的你！你见到他应该马上把他拉进来吗？医院那么大，怎么找？可可，你放心，妈现在出去找他啊。
你的。瑞生，伯母，你怎么在这里啊？应该是我问你才对，为什么不去看可可？看可可，可可怎么了？哎，可可进医院开到这么严重，你来了你不去看她，反而跟这个女人在这里喝茶。可可进了医院，我不知道啊。你别装傻了，你不知道，你只知道跟这个女人在一起。可可到底怎么样了？不用你讲好心啊！哈，原来可可说的是真的，你们两个先对不起她，所以气得她盲肠炎，几乎连命都没有了。你们开心啦？可可，原来那个瑞生呢，真的是花心萝卜啊！他跟你分开有多久？这么快就跟那个何为在一起了？这种人呐，你越早跟他分开越好。我怎么看也看不出那个女人有哪一点是比你好的。啊，妈，不要说了。为什么不说？可可，喂，你们两个人干什么？伯母，瑞生今天一早就去老人院帮忙，刚好我胃痛，他才送我来看医生的。他真的不知道可可进了医院，要不然早就……找你的头了啊！你是什么人啊？你解释什么？瑞生不会讲话。伯母，他说的都是事实。哼，都是你这个女人哈！可可说你整天在喊胃痛，原来是扮可怜博同情，目的是要抢人家男朋友。伯母，请你说话不要那么过分。我过分？那你呢？啊？这个女人一点点胃痛你就陪她来医院啊？可可进院一整天了，你去了哪里哈？如果不是我在外面看到你骂你啊，你会来看她吗？亏我还叫可可对你好一点，原来是你这个人早就有问题了。我真的不知道可可进了医院，要是我知道的话，我早就来看她了。看她？来看热闹是吗？做好人啊，去老人院去做义工，哼。原来是在盘算怎么去抢人家男朋友，来探病啊，是来示威的是吗？不要再说了，谢谢你们来看我。现在看完了吗？看完了，你们可以走了。我很累，需要休息。听到吗？走了，走啊！喂，等一下，这个拿回去，不要你的。啊，走。对不起，我老是害你和可可产生误会，我会找机会向他解释的。要说对不起的那个人应该是我。我已经跟可可分手了，可是却害你无故被牵扯进去，还被他家人误会。没事，你都说是误会了。不过，从大学开始，你们就在一起，这么多年的感情，难道不觉得可惜吗？刚才看可可的神色，可以看得出她还是很在乎你的，你们还有挽回的余地。其实我们两个之间的感情早已经存在问题，在别人的眼里，可能是早已经习惯我们两个在一起。以前我也是这样认为，不过我现在清楚地知道，两个人在一起不应该是一种习惯，而是要你清楚地问问自己，是不是真的那么开心。有时候感觉真的很重要。当你发现两个人在一起，总是要取悦无理取闹的一方，那样的感情太累了。可是，我相信我的决定没有错。
定是兰姐打电话来叫我们明天回去上班。给我看着那个火哦，哎，还有，时时看着那个火，不要动我的燕窝哦。喂，嘿，妈，安迪打来的。不是，是那些无聊人，吃饱饭没事做，一天到晚打电话来，打来又不出声。哼！等可可好了，我一定叫他跟我写信去投诉他们。我叫你骂爹，你拿着电话干什么？我要骂电话。骂电话？第一都还没有骂好，你骂电话？你看，地下很多水呀，等一下可可出来跌倒就糟糕啦。喂，无聊。我叫你骂爹，你发什么呆呀？啊？哦，喂，冰人在哪里啊？冰箱第3格。我是说，停车场有什么好看？神经病！我的红枣在哪里？红枣。妈，啊，可可醒了？没有。你换衣服干嘛？我去上课，晚餐我已经煮好了，可可要吃的东西我也是准备好了。上什么课了？不要去了。可可病了，要人照顾，我也好像有点头痛。你留在家里面帮我，不要去。炖盅里面的水刚刚加了，闹钟也调好了，1个小时后闹钟响再加水。炖盅里面的燕窝我放的是煮过的开水，水我煮好刚刚装满的。
今天晚上要吃鱼片粥，鱼片全部已经切好了，晚上要吃的时候再拿出来倒进锅子一起煮就可以了。不过鱼片不要煮太久，太熟太硬不好吃。可可，明天早上要吃麦片粥，所有水全部切好了，放在冰箱里面了。明天早上要吃的时候拿出来倒进锅子里面，跟麦片一起煮就可以了。你今天干什么？我走到哪里就去到哪里哈！你不停地在我耳边叽里呱啦叽里呱啦叫的。我知道你厉害，你把全部的东西都准备好了。你要上课，你要考状元是吗？你去了，你去了，你不要烦我啦！你去了，我去上课了哈。去啦！刚才拼命加东西给我吃，自己吃得饱吗？吃得饱，怎么样？还想吃什么？要不要吃 ice cream？ 不要了，等下吃得太胖要减肥就惨了。天哪，你这样瘦，减什么肥？你不要太瘦了，你太瘦我心疼的嘞。哎，可可她怎么样了哈？医生给她1个礼拜的病假，刚好工厂停工，我们就可以在家里照顾她了。就是因为这样咯，所以我们1个星期都没有机会见面。明天就回去上班了嘛，又可以天天见面了。不懂其他人怎么样了？想你咯。难怪哦，那天我们说工厂可能停牌没公开，这彩霞一点都不怕嘞，还说什么东家不打打西家，原来他跟时间是串通好的。你是说时间就是那个？是你们啊，来找我妈。你刚才去哪里？去买东西喽。工厂停工，不怕以后没工作，还有心情买这样多东西？停工就停工，关我什么事啊？我买东西又不犯法。刚才都让我们看见了，你跟时间在一起。在一起不代表什么吗？那你们呢？又怎么会在一起？哦，我知道了，你们一定去拍拖。要是给肥婆真知道，你们就惨了。你不要乱说啊！不要我乱说，就不要管我的事喽。喂，我跟他是光明正大，你跟时间心里有没有鬼，你自己最清楚哦。我都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说什么？说时间给你大笔钱呐？我的事情不用你们管。好，我们不管，我们叫警察来管。我叫兰姐打电话报警，到时查到你跟时间串通害工厂，你去坐牢啊你！啊！你现在不说什么？我报警！哎，不要报警！不要报警！蓝彦 King， 你不要这样凶。你说啦，我们会帮你的。是时间要我这样，是时间要我放东西在糕点里面，然后他说他会让工厂停止营业，他说他会开分店，让我和我妈过去他那里做工，还会交到几百块的薪水给我们。我不知道事情会搞得那么严重的。你真的很笨哎！时间的话你都……明天你回工厂，把整件事情都说出来，恢复工厂的名誉。只要跟兰姐说清楚，大家都不会怪你的。花伞，彩霞嘞？刚才还在这的。你有没有看见他？可能害怕，躲进厕所。我去找他。安迪，安迪，安迪，兰姐早，兰姐，你们好。工厂违反了卫生条例，被停牌了1个星期，今天总算可以复工了。我希望从现在开始，大家都能够齐心协力，
事情发生的就算了，以后千万不要让这种事情再发生。不可以就这样算的，一定要把真凶找出来。我就当是无心的吧。哎呀，兰姐呀，你不把事情查个水落石出，大家都有嫌疑，这样对我很不公平啊。对呀，是要查个水落石出。进来啦，安迪啊，彩霞哦，他有事跟你讲。说啦，到底发生什么事？最近不是有人在糕点里面放头发、铁丝、蟑螂这些东西吗？其实都是他叫我做的。最近不是有人在糕点里面放头发、铁丝、蟑螂这些东西吗？其实都是他叫我做的。彩霞，把蓝可以怎么避你的事情讲一遍给大家听。哦，蓝燕听说珍姐整天欺负我妈，要给她一点教训。兰姐是最注重品质的，珍姐又常常偷懒没检查，只要我们放一点头发在牛奶柜里，顾客一投诉，珍姐就逃不掉责任。第一次整不到珍姐，所以蓝燕听就想亲自下手，谁知道当场就被珍姐抓到。她不敢自己再做，就威胁我，如果我不做，她就跟兰姐讲说，一切都是我做的。彩霞，东西可以乱吃，话不要乱说啊！真的是来叫你做的啊？当然啦，还是她自己打电话叫纠察员来的。喂，狗彪，你这是什么意思啊？我们彩霞可是个小女孩子啊，不是莱恩可以逼她，她会做这种坏事情吗？是不是？我早说过这个贱人想害我呢。上一次兰姐已经很好心的放过她的了。好了，这一次老天爷有眼呐啊，害人终害己。我看他这一次怎么个死法？哎呀，彩霞，你为什么这么傻呢？兰可以逼你做这种事情，为什么不跟妈商量呢？妈，蓝燕听啊，他紧紧抓住我的手臂，眼神很印度的看着我，那时我真的很害怕吗？你说谎，你为什么乱讲话？妈，我说的都是真的。你们都知道蓝燕听说话凶巴巴又大声，又有谁不知道他和珍姐是死对头？他最讨厌珍姐整天欺负工人，就利用我来对付他，这明明就是事实嘛！就算是为我们出头，也不应该用这种方法的。哎，是啊，他这样做会影响工厂的声誉的。就算要做，男子汉大丈夫，自己做自己承认嘛，为什么要逼我们彩霞呢？蓝听没有逼彩霞。彩霞，昨天晚上你跟蓝听和我讲的都不是这样的。喂。昨天晚上你不是上课吗？为什么会跟蓝燕在一起的？你当然帮蓝燕听啦，你跟他拍拖嘛。哦，我知道了。昨晚你和蓝燕听手拉手拍拖，给我看到，你们怕我会告诉珍姐，所以今天蓝燕听就故意陷害我，希望我被炒掉，那就没有人知道你们的事喽。原来你和他，我什么？你明知他陷害我，你还跟他拍拖？哦。原来整件事情有这么多内幕啊！现在总算弄明白了。蓝听啊，本来是想对付你的，后来因为他可怜帕托，怕你会怪他，所以呢，逼我们彩霞吃死猫，把所有的罪状给扛起来。蓝听不是这样的人。我白养了你那么多年哈，你明知道他害我，你还要跟他拍拖，打死你！我打死你！我打死你！你打他干什么？事情都没有搞清楚，你吵什么？这是我的家事，不用你管，你走开。蓝听来了，蓝听。怎么样了？我被炒了。怎么会这样的？被炒啦！恭喜呀！想害我，想老天爷来替我收拾你啊！蓝听怎么会这样的？为什么问？跟我走！哈哈，操！蓝听，我今天总算认清楚你，以后不要你再加好心。
你不要以为你不出声我就不知道你是谁哈！我警告你啊，Lion King， 你如果再打电话来骚扰我的女儿的话，我就报警，我可以告你性骚扰，王八蛋！我看你怎么打！妈，吃饭了。妈，今天我煮了你最爱吃的焖猪脚，我还放了很多花生，花生也煮得很软。妈，有什么不开心你骂我好了，但是晚餐还是要吃的。我先饭给你。妈，你午餐都还没有吃。可可，妈最疼你了，你帮我劝劝她可以吗？大姐，不是我要说你，你都已经那么大了，应该知道什么是不应该做的。更何况他是肥妈的敌人，你就别跟他来往了。可是，他很喜欢我的，我是很喜欢他。问题是肥妈不喜欢，肥妈的脾气你还不清楚。她不喜欢的话，去劝不是找麻烦吗？可是，还可是什么？我生病已经很烦了，还要听你们两个吵。你知道他和肥妈的关系，当初就不应该开始自寻烦恼。分手就分手嘛，有什么好为难的？哪有你说的这么容易？其实你跟瑞生分手，到现在还不是一样放不下。别把你的事和我的事扯在一起比较，我跟你怎么一样？我早就想跟他分手了，哪会放不下？吃药了。好了，我要休息了，不要烦我。